很多人在买卖加密货币时都不知道何时该买入卖出，会感到迷茫。而学习支撑压力能够帮助我们把握良好的买入点，买卖操作都有依据。在这影片当中，我会用最简单易懂的方式，由浅入深的教大家支撑跟压力。首先会教大家支撑跟压力的定义和概念，然后会教如何在加密货币的走势图上画出重要的支撑和压力区。最后会讲解什么情况下支撑和压力会容易被突破。这部分呢会延伸到讲到价格形态。大家看完就会明白，为什么美国投资冠军 Mark 常用的 VCP 形态是一种非常适合做多的价格形态。如果你想要学好怎样分析支撑压力和把握到良好的买入点，就记得把影片看到最后。压力可以定义在一段期间内阻止价格继续上涨的卖压，也就是说，当币价涨到某个位置后，如果卖压变得非常大，像有个天花板一样，使币价无法再继续往上涨，我们就会说这个位置上有压力。例如，币价从80元涨到100元就回档下来，那么再次反弹到100元又回档下来，100元附近就是有大量的卖压，在这一段期间之内阻止价格继续上涨，所以这个例子100元可以视为压力区，支撑是指在一段时间内阻止价格继续下跌的买盘力量。也就是说，价格跌到某个位置就跌不下去了，我们就说这个位置有支撑。还有两个概念大家要稍微记一下。第一，当币价成功突破压力区之后，原本的压力区就会变往后的支撑区。反过来，如果币价跌破了支撑区，那么原本的支撑区就会变成往后的压力区。可以从交易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币价突破支撑压力区之后，支撑跟压力的角色会互换。例如，币价原本在80到100元之间震荡，有些投资者在区间震荡之内买入了加密货币，在这个区间震荡范围内就是投资者的成本区。经过币价一轮盘整之后呢，最终跌破了80元附近的支撑区，也就是说，先前在80到100元买入的投资者陷入了亏损状态。从交易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没有人喜欢亏损，虽然有些人能够克服心理障碍迅速认赔，但还是有很多人选择继续持有，从而套牢。期待币价回升到他们成本价附近就卖出，所以当币价有机会反弹到先前的支撑区附近的时候，也就是反弹到80元附近的时候呢，其实币价已经接近于那些套牢的成本价，他们会想着卖出自己持有的加密货币解套，于是产生大量卖压，使得币价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上涨。所以80元这个位置呢，虽然是原本震荡区的支撑区，但由于支撑区跌破了，后来导致币价反弹上来会有解套盘的卖压，使得80元这个原本的支撑区变为新的压力区。第二个重要的概念，支撑压力并不是一条线或者是单一价位，而是一个区域。细心的观众可能有留意到，100元附近是压力区，也就是说实际的压力区大概落在98到102元，而不是单一价位100元。影片的第二部分会教大家如何画出重要的支撑跟压力区，那有3个技巧。我会用比特币作为一个例子给大家进行讲解。我自己的习惯是至少看到一天的走势，当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格局时，就更容易找出一些关键的支撑和压力区。也可以直接用周线图，相当于再看一个更大的时间格局了。第二个技巧是，一个支撑或压力区被触及的次数越多，那它就越重要，越有参考的价值。假设币价碰到一个压力区，1-2次都出现回档，那我们可以说它可能是巧合，还需要再观察一下。如果币价碰到一个压力区3-4次都有回档，那么这就应该不是巧合了，而是市场当中有很多投资者都有参考这个压力区作为买卖的操作依据。像比特币这个例子，我们将时间线拨回1天我这里选择的话是日线级别的比特币。那么币价在突破到106000左右，一直来回震荡。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4次触顶在这里。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压力区，因为它在触顶之后呢，都有一个回调，然后再触顶，再回调，然后再触顶，再回调，包括到现在触顶。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压力区的例子包括我们将时间线拉回到现在，目前比特币价格是在11万左右，你会发现它落在这个区间呢，是不是就是我们之前碰顶就触顶的那一个压力区？那所以呢，压力区现在互换变成支撑区，那么对应的我们现在来到了支撑区所在的点位。第3个技巧是，重要的支撑和压力区多数都是明显并且容易看到的。一个支撑区或者压力区之所以会变得重要，因为它足够明显。绝大多数投资者都能够看到这个支撑压力区，这些支撑压力区才会自我实现。如果你想了很久都不确定某些位置是不是重要的支撑或者是压力区的时候，那这个位置大几率就不是了，因为不够明显和容易看到。第3部分我会讲解比较间接的概念，就是什么情况下支撑和压力容易突破呢？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观察买卖双方谁的力量比较明显。我会用3张图来讲解3种情况。第一张图，买卖双方势均力敌，就会出现这种区间来回震荡的走势，每次涨到重要的压力区就回档，跌到重要的支撑区就反弹，但就是一直无法突破。我们可以把买卖双方对立的关系想象成双方时边在2个阵地之间作战，
重要的支撑和压力区就是两边的防守阵地。由于买卖双方力量势均力敌，谁也没有办法攻破对方的防线，币价呢就会一直维持区间震荡的走势。第二张图是美国投资冠军常用的 VCP 形态，是一种非常强势、非常适合做多的价格形态。因为这种价格形态的背后反映买方的力量明显比卖方强。当出现 VCP 形态时，压力区就容易被突破。突破之后呢，币价容易大涨。接下来会详细给大家解释 VCP 形态背后的原理。一样是币价涨到重要压力区，遇到大量卖压就开始回档，跌到重要支撑区就开始反弹。因为到了支撑区，买盘开始变得积极，买盘会推升币价上涨。当币价再次触碰到重要压力区，大量卖盘再次涌现，币价的话应声下跌。一般来说，币价要跌到重要支撑区才会止跌。可是我们看到这次币价并没有跌到重要支撑区，就已经跌不下去了。这种走势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一是买方非常积极，愿意在更高的价格买入；那第二是卖方力量开始变弱，在整个整理的过程当中，一底比一底高的走势显示出买方力量明显比卖方强，是强势的表现。我们可以想象成双方士兵交战，买方非常积极的进攻，而卖方还手的力量越来越弱。这种情况下，买方最终很大几率就能够攻破卖方的防线，也就是能够突破压力区。VCP 形态的另一个特点是，币价会多次挑战同一压力区，币价每次挑战压力区都会消化掉那个区域的大量卖盘。当压力区被反复挑战了很多次，卖盘几乎被消化完时，币价就容易突破压力区。我们仍旧回到比特币的日线图来说，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的话有4次触顶的机会，那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和第4次。那我们观察到 MACD 的话，也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的买方力量是越来越强的，尤其是在第二次触顶之后的一波回调，大幅度回调，这波回调是非常严重的。然后随后呢就开启一波非常大的拉升，然后呢才到触顶的这个位置，然后这边的话是2次触顶。这边整一个过程的话就非常像我们刚刚说的 VCP 的形态啊。第三张图讲的是卖方力量明显比买方强，就会出现这种倒 VCP 的形态。那股价跌破支撑区之后，反弹的力度越来越小，而且反复的冲击支撑区，出现这种倒过来 VCP 形态时，支撑区就容易被突破。相信通过今天的教学，你就知道什么是压力区，什么是支撑区，这些都可以帮助你在加密货币世界当中找寻成功。那如果你觉得本期这支影片对你来说还是有所帮助、有所收获的话，还请高抬贵手，一键3连。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作为新人，有一个交易所账户至关重要，使用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即可轻松注册 OKX， 解锁最强新人福利体验金的奖励。币安宇宙第一大交易所不仅可以享受最高手续费减免优惠，还可以按阿尔法快速变现，填充我们的钱包。XT 交易所新币上线最快交易所之一，拥有全网最高的合约返现比例 20%， 现货比例 49%， 并且我们协同了交易所开启了跟单交易，仅需要加入我们跟单交易，就可以将手上闲置资金 100% 利用起来，实现每天躺着赚钱。我们在右上角看到的 EXP， 这个 EXP 决定后面空头的多少，并且不是一次性的，只要我们量化策略一直在跑，就一直会有空头。这里的空头的话，今天我们会涉及到，所以近期呢，各位观众呢也不要忘记每天的打卡以及观看我们的视频，可以得到4000的经验值。同时呢，新手祝福如果有任务的观众老爷的话，一定要去完成，因为这些所有的经验值都将与空头挂钩。另外呢 ，SOIP 的版本我们给大家再解释一下。它现在认证 SOIP 的话有3种方式，一个是交易所注册，使用我们注册链接进行注册，并完成交易所充值。注意，不是充值到我们这里，是交易所进行充值就可以获得 SOIP 的权限。这里呢，只需要输入一下我们的 UID 即可。认证的是 XT 交易所或者是 OKX 交易所。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是开通，再者是去购买 Xcopy。这个 Xcopy 的话，将会作为后续的空头发放给大家。我们在这里先说明，如果你想要成为终身会员的话，是需要使用绑定的 SOL 的钱包来进行支付。什么意思呢？只需要绑定的钱包有100万个 Xcopy 以上，即可以进行验证。那这里我们点击下去购买，会引导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网页，亲测过 0.056 的 SOL 即可以购买100多万的 Xcopy， 价值大概11刀左右。这个成本价是非常便宜的，即使你后面不想要这个会员权益的话，你也可以随时卖掉。这个 Xcopy 的话，我们正如一开始所说，会一直作为空头发放给大家。那另外呢，一旦成为终身会员，解锁SOIP 的功能，我们在后方会出现一个 SOIP 的专属信号群，也就是我们在每一期视频当中都给大家演示的那一个群。该群组是比特币合约信号说明，会告诉你合适的进场时间、止盈点、止损点位、具体仓位的大小，帮助大家更好的开始仓位。
同样，每一次开单我们都会提供具体的收益图，在这里还是要做下风险提示，合理的运用平台指标，借以开单减少风险，但风险会一直在，投资需谨慎。